止住了手，不忍吹醒课桌前的少年。遥人的光影走慢些，未来大把失眠。你骑着单车渐行渐远，去了南海的月。责怪天气预报没有预言，某一天多云的夜，星辰大海，怀揣深渊，追着光亮，每次挫败给我一记真言。暖暖时光难免会夹杂一些哄骗人的字节，弄逼我们的眼，海上行走过黑夜，有明天。原来你爸是被……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得了什么病。小小，这事儿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明白。哎，你妈刚才真的是情绪太激动了，把我吓死了，差点把你给打伤了。我早就习惯了，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什么？我爸出事儿之后，他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儿，或者是碰到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，他就会变成这样，情绪就没办法控制。不过，看来你妈真的很爱你爸。你知道吗？我妈年轻的时候，是这个县城昆曲团里最有名的正旦。她最出名的2个戏，一部叫《桃花扇》，一部叫《牡丹亭》。每次只要剧团有慰问演出，县里的那些男女老少就会放下手里的活儿，赶过来一睹她的风采。而我爸呢，当时只是剧团里的一个新来的木匠。我妈当时风头正劲，我爸却默默无闻的，所以我爸虽然心里一直爱慕着我妈，但却因为身份的差距，没有办法把这份爱意说出来。我妈，她开始只觉得我爸这人忠厚老实，也没往别的地方想。我爸的性格，从来不会为自己去争取什么。喜欢一个人，只要看着他每天过得好，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。换句话说，按照我妈当时的势头，要是能真的嫁给一个好人家，我爸也会衷心的祝福。但没想到，一切都变得那么快。我妈总是那几部传统的剧目来回的演，观众也开始听腻了。剧团为了卖票，不得不开始排演更年轻、更活泼的剧目来迎合观众。我妈不肯，她想坚持传统，但很快就被一些更年轻的演员代替了。也许是意外，也许真的是命中注定。在那场演出里，我妈腰上的旧伤突然复发，也就此终结了她的演艺事业。清芳，只要你愿意，以后我养你。你爸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。
在你妈最风光的时候，他默默陪着她，不打扰；在你妈最落魄的时候，他不离不弃。他们结婚之后，我爸就用自己一点一点攒下来的钱，在县城里开了一家五金杂货铺。他还会做木雕，所以就把木雕当成了副业。我妈呢，就在店里给他做帮衬。他们结婚的第2年就有了我。我们一家3口，虽然日子过得有点拮据，但是也和和美美的。我只是不愿意让我爸妈过一辈子的清贫生活。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。所以我知道，我唯一的出路就是高考。是729450729。哎，怎么了？好，好，谢谢。怎么了？爸爸，你快说话！考得不太理想。哎呦，不可能！我估过分了。403。哎呦，这吓人啊！真挺高啊，乔乔。那我可以去华大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吓唬我！是，对。你老想着去华大，去华大，在本地读师范不也挺好的吗？毕了业还可以当老师，不用去上海。是，但是上海啊，对小小的今后发展有好处啊。总向着他。不是，妈妈是舍不得你啊。你舍得呀？啊，是我也不舍得，但是爸爸支持你啊。嗯，既然决定去上海了，那就好好学，拿出优异的成绩来，然后给妈妈、给爸爸看啊。哎，来吃。嗯。孩子长大了啊，有选择了，成长。来，你不高兴吗？啊？那成长也不能说跑那么老远。我不吃，你吃。是我这有肉，你吃，你吃。哎呦，一把年纪还秀恩爱呀？酸吧？酸不辣？哎呀，祝贺啊！真甜呐！啊，你问清楚了吗？第一志愿怎么能调档呢？我们不是超过录取分数线11分了吗？他这个学校就是这么说的。就现在这个情况，就是好的结果能上个普通2本，就差一点的就得落到3本了。老严，先吃饭吧。啊，我吃不下，我不吃了。你叫小小，让小小叫，我去叫吧，去叫。小小，你干什么去？小小，教育局讨个说法去。嗯，你不要去，我去。你在这等我，爸爸拿包去啊！你等我。我自己去。吃完饭再去啊！您再帮着查一查，啊！跟你说了，这事我真管不了。
察同志，一会儿家属来了，我能不能见一下？这件事情啊，根据现场的几个目击证人提供的口供，我们初步判定，是由于对方闯红灯所造成的事故，属于对方全责。考虑到家属的情绪呢，见到你们之后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刺激，所以我觉得咱们这边呢，还是尽可能的回避一下。那有警察。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孩子他趴在哪里？老袁在哪里？姐生病了。您好，我叫郑建国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真的很遗憾，对不起。如果有什么条件，您尽管提，我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。刘女士啊，首先我们要告诉您的是，肇事司机叫程鹏，郑建国他只是当时车上的一名乘客。其次呢，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已经复核过了，是因为您的丈夫闯红灯才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。对方呢，人家是正常驾驶，也没有饮酒，事故发生之后也没有逃逸，第一时间选择把您的丈夫送到医院里全力抢救。所以啊，您不能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，我们也不能给您立案。当然了，对方也说了，愿意对您进行一些这个经济上的补偿嘛。我不要钱，我要命。告诉我那个叫程鹏的现在在哪里？他撞死了我丈夫，一命还一命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刘女士，您听我再跟你解释啊，既然对方他不构成交通肇事罪，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没有法律明确规定，您是不可以见他的。并且我觉得，现在您的这个情绪有点激动，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，确保这中间不会再发生什么二次的伤害嘛，对吧？你们不管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妈逢人就说，我爸是为了去给我争取一次重新报志愿的机会才丧命。当时媒体也来报道，这事儿引起了教育局的高度重视。学校调取了我的高考成绩和档案，决定网开一面，最后给了我一个调剂名额。把我从原先调档的国际贸易系调到了金融系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原本你我赵雨环，我们三个应该是一个专业的。我懂了，所以你妈会怪你，她觉得，要不是你一定要考上海的华大，你爸。我刚才就应该去继续追那个什么郑建国，抓到他，然后逼他说出来撞死你爸那个人是谁。他现在在哪？我们找到他，这样你妈就不会怪你了。他要是愿意说，他早就说了。而且我知道，撞死我爸的人是陈鹏，他其实不过就是个帮凶。
我才是主凶，是我害死我爸的。我妈恨我是应该的。小小，你可千万不要这么想，你才不是主凶呢。你妈妈不会恨你的，你是她女儿啊。我爸除了是我爸，他也是我妈的爱人。我害死了我妈的爱人，我妈能不恨我吗？我如果只是个路人，我妈完完全全可以像恨郑建国一样恨得咬牙切齿。可我是她女儿啊。我妈虽然看上去暴躁刚烈，但她其实是株菟丝草。而我爸木讷老实，其实是我妈攀援而生的大树。树毁了，这草活着的意义也不大了。我妈在我爸出事之后自杀过一次。什么？那后来呢？后来被救回来了，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个多星期。但是后来我们为了还医药费，还有维持以后的生计，不得不把我爸的五金铺给卖了。所以，你从那以后，你们家就没有经济来源了，是吗？所以我大学4年才一直都在打工啊。我妈那次自杀被救回来之后，她自杀的念头就从来没停止过。我在她病床前，我跟她说过，我说如果你还是想要去死，那我也就不活了。你用什么办法去自杀，我也用什么办法去死。小小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。好了，都过去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真是太混蛋了。小小，对于你而言，大学不仅仅是大学，学位不单单是学位，可是我却，我真的是个混蛋。好啦，都已经过去了。现在你知道我家的情况了，贫穷、无助、绝望，甚至还有点可怕。你还会接受这样的我和我与众不同的家庭吗？如果你愿意接受，我永远都不会松手的。小小，不论你的家庭是什么样，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保护你。放心吧，小小，我在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收一下。妈，这样，你先别进去了，我怕他看着你又受刺激。我进去跟他说。没事儿。郑建国追着了，追了，他跑了。跑了，你们去那么久？我跟小小在河边散了会儿心。
你老实告诉我，他那16万是不是跟郑建国要的？不是，阿姨，我给你发誓，我拿我所有的发誓，这钱绝对不是郑建国的，真的。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小小的老板呢，他是一个善良、优秀，而且还大方的人，他还跟你们是老乡，所以啊，他那个人就特别喜欢帮助一同在上海奋斗的小老乡。还有一个道理就是，他是一个大企业的大老板，所以呢，他这个16万对于他来说就相当于，咱们普通人的16块钱，是这道理。嗨，我再跟您说一下我的心里话。我想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，到时候您和小小就不用担心了，你嘛就绝对不会再跟别人借钱了。我可以的。你小心点儿。没事啊？没事。那我出去了。哎，这个真好看。我妈怎么样了？我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嘿嘿，你妈没事。我跟你妈说了，是你那个又优秀又善良老板借你的钱。哎，你妈也会做木雕？她当然不会了，我爸才舍不得让她干这些粗活呢。我爸说我妈的手是唱戏人的手，平时让她做做家务、煮煮饭已经够委屈她的了。我看你妈又在那儿做木雕，可能是想你爸了。我去煮饭。好，哎，我帮你。你妈喜欢吃什么？咱们一起弄点她喜欢吃的啊！好，来来来。整谁微信呢？既然舍不得，就别枉做好人。唉，你多想了吧？最好是我多想了，最好在你心里真的只把那个严小晨当成妹妹。你别忘了，人家是有男朋友的。哎，我说乔宇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？不是你就不觉得这段时间你很奇怪吗？哪儿奇怪了？你知道当初为什么找你合作吗？就是因为你跟我一样，咱们俩都是工作狂，一天24小时恨不得当成48小时来过。而且你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你永远不会因为一个人或者任何事去分心。可是自从你回国以后呢，我就发现你这个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，特别是这个严小晨进了公司之后，所以你这种种表现，我不能不怀疑啊。乔宇啊，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，特别像什么吗？什么？像一个吃醋的女人。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像 Cindy？ 是我学的不像吗 ？Cindy， 大哥，性质虽然不一样，但心情是一样的。你说你每天愁眉苦脸的心事重重，你心里要是真有什么事，其实你可以跟我说的，兴许我还能帮上你呢，好吗？
这里太吵了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情况怎么样？好，慢点啊！我知道了。拜拜拜拜，走了，拜拜。师傅停车！司机停车！你不想活了？帅哥，加微信吧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没事吧？没撞着你吧？没事，没事，一点事没有。谢谢啊。你可以松手了。拜拜。这人怎么这么奇怪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走。洗完啦？嗯。看什么？再看你的过去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？发现什么？你过去的这些荣誉，你妈都给你留着呢。这说明啊，她嘴上说恨你，其实心里啊特别爱你。我们家没有空调，你凑合着用吧。哎，谢谢妈。你早点回房间睡觉哈。哎，哎。你看见了吗？我刚才叫他妈，他默许了，还跟我笑，他笑了，哎，他默许了，还对我笑呢。啊，妈，看你激动的。妈，妈，哎，是妈送的电风扇。快去吧，我要睡了。妈，妈送的电风扇，我拿走了啊。早点睡。晚安。晚安。我无家可归了，你愿意收留我吗？我要是说我不愿意呢？那我就完蛋了。我离家出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，就带来这么个包。就算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有你，就什么都有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让你找你妈要的户口本呢。等你先拿到你的户口本再说。你认真的？哎，干嘛去啊？回家偷户口本啊！哎，咱俩现在这样，不就挺好的吗？有道理，又好像没道理。不过，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情。干嘛？哟！哎，你给我放开！哎呀，这以后就是我的城了。笑笑，我有很多梦想，每个梦想里面都有你。爸，您放心吧，我现在很幸福，我想我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的。哎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谢谢。早。早。事情处理完了？解决完了。你现在整个人啊，看起来没有那么多烦恼了，也特别轻松，看起来也开心多了。接下来就要好好工作了。没问题。陈总，上次你问我的那个问题，我现在有答案了。
沈侯他对我来说，不是烛火，也不是灯光，他对我来说是太阳。有点肉麻。啊，有吗？郑总早。早。那我注意点。郑总早。早。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差点和沈侯成同班同学，但是我高考的时候出点事故，我高出了录取分数线11分，但是我还是没能上第1志愿的华大国际贸易系，我最后勉强调档调到了金融系。事故？算了，具体的我就不跟你说了。高出这么多分还掉档，不应该啊。所以我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呀。你要不要喝咖啡？我帮你磨一杯。啊，不用，谢谢。我之前让你帮我查侯月珍的事儿，查的怎么样啊？事情有点棘手，好像有人故意隐瞒了什么，再给我点时间。吴总，中辉这个项目再不推进，会把我们前期投入都打水漂的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中辉的情况特殊，现在暂时停下来，是为了避免决策上出现重大失误。等这段时间过去了，我们再重新推进。但吴总，这中间的损失怎么算？我们要是现在不跟进，到时候让别人抢了先机啊，那后悔也来不及啊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二位，正好说到这个问题，两位又是负责中辉合作的，这个项目目前前期账目有一些问题，我想向两位请教一下。账目问题？吴总监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作为咱们公司财务总监，对项目资金的投入有一些疑问。吴总啊，这倩倩好像对我这个叔叔有点不信任了。哎呀，倩倩不是那个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不相信二位，只是这个项目资金流，它的确没法。我在公司做了20年了，一直尽心尽力，怎么，现在当着大家的面怀疑我？中辉的事情啊，我们是检察院的，哪位是吴天胜先生？只是了解情况，回去跟妈妈说，不要担心。倩倩，你怎么还没走？下午人事部的人说，公司因为面临危机，部分员工停职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这不马上要走了吗？我来给你告个别。有什么可告别的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毕业的时候我们已经告过别了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我以为我们至少也算朋友嘛。朋友？你是这么想的？不是吗？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朋友，只有利益。
相信朋友，就是我这样的下人。看到了吗？我这就是相信朋友的结果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什么倒霉的事儿都发生在我身上？老天爷他从来都不公平，要报应也应该报应在背叛我的人身上。你还在记恨严小晨啊？难道不是吗？难道不应该报应在他身上吗？那你先看一眼赵总那个项目聊得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吧？看我干什么？据我所知，国家劳动法规定，每日的工作时长不能超过8小时，每周的工作时长不能超过44个小时。他早就超了吧？你这么拼，别人会以为我们 DH 克扣员工呢。程总、乔总，我这不是欠着债主的钱嘛，想要早点还钱，所以才要加倍的努力，好还清债务。这是我自愿的，公司没必要负责。债主？你这么想，你的债主应该很欣慰吧？听说日新科技那个项目分析被 Cindy 驳回了，一次不行就再做一次嘛，秦总能不做？这么说，下午的会议上能看到你的第2版方案。嗯，我很期待。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也很期待。日新科技现在的自信等级频道的是3A， 万和科技频道的是2A， 谢谢。所以说你的这份方案，日新科技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。对。怎么样？还有没有别的建议？这份报告数据详实，参考了日新科技和万和科技，包括经营状况在内的所有必要数据的综合评估，而且连信誉度抽样都有。说实话，我是第一次看一个新人把一个分析报告做得如此面面俱到。我没有问题，非常好。谢谢乔总。我还是第一次听乔总这样评价一份报告了。不是，主要是他对得起“一定”那2个字，对吧？那好，那这个项目就交给严小晨负责了。好，乔总。大家还有别的事情吗？没有了，散会。你好像没有想象那么开心啊。意料之中呀。那你那个债主应该很开心吧？因为他很快就要收到你的还款了。他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。好吧，加油。好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好，电梯在哪？这边。邓总。严小姐，很期待跟你合作。哎，开始吧。现在呢，对目前国内二手车市场的主要的销售模式啊，是基于评估费和资金量大小。猴子，出来撸串。不去了。你什么情况？快点！
别关键时候掉链子啊！我要睡了。不是吧，大哥？才10点钟，生活才刚刚开始。Come on， 晚安。猴子，你变了，我不再是你心中最重要的人了。遇见是冥冥中的，爱是偶然的，选择都是自己的。回忆想做还想有，关乎着我还要继续吗？幸福吗？100首情歌唱着不快乐，而你还来那么甜啊！你来到我的暖暖星球，渐渐散热，又渐渐温热，像在愈合。命运用荆棘串起了你和我，让每个拥抱残忍到放不得。那些自尊换的青春，已经算如愿了。辞别经历了，不能再失去你。